虽然已经时隔20年，但这部04年由罗兰导演执导的灾难电影，依旧可以算得上是灾难片中的天花板。故事发生在南极科考站，美国派出气象学家前往南极收集冰芯，突然脚下冰层开裂。此时实验室内的杰克也感觉到了一阵剧烈的震动。等他打开门时，南极的冰架上已经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，钻探机直接掉入了深渊中。为了保住珍贵的冰芯样本，杰克一个助跑跳到了断层对面。面对着不断扩大的裂缝，他只能瞅准时机赶紧往回跳。本以为可以稳稳落地相安无事，不料脚下的冰面突然裂开。好在杰克及时掏出随身携带的冰镐，将自己挂在了冰壁上，才逃过一劫。在同伴的帮助下，杰克重新回到了岸边，而整个南极洲却被这道裂缝一分为二，也就意味着更大的灾难即将发生。意识到问题的人两条巨大的龙卷风在相互的作用下，竟然合二为一，形成了一个超级风暴。恐怖的威力震惊了所有。
但人类在这场灾难面前还是显得异常渺小。眼看海水来袭，山姆来不及过多思考，刚等他们来到了2楼，无数的海水便紧随其后冲刷着这里的一切。等海啸平静下来，人们发现所有无线通讯全部失效。山姆为了与父亲取得联系，来到一处即将被淹没的电话，听到儿子还活着的好消息。杰克欣喜若狂，但他来不及庆祝，因为残酷的降温即将开始。他告诉山姆一定要待在室内，并且收集一切可燃的物品来取暖，自己随后就会去纽约救他。突然，山姆就掉入了冰冷的水中。杰克听着电话里的落水声，他意识到儿子此时可能有危险。好在半分钟后，山姆爬了出来，劳拉赶紧找干衣服让他换上，然后用自己的身体帮他取暖。随后，他们拿出更衣室的衣物分发给众人，准备接受严寒的考验。而这边的杰克也在整理极地装备，前往纽约。可这时收到上级通知，总统要亲自召见他。来到总统这里，他直接拿气在地图上划了一道弧线，弧线以下的必须要往南撤离才有生存下来的可能，而弧线以北的人除了在家取暖，否则出门只有死路一条。而这一切都归咎于副总统的错误决定。如果之前副总统听他的话，现在就不会有那么多民众还未撤离。说完，杰克便马不停蹄地离开，踏上拯救儿子的旅途。很快，外面果然就下起了鹅毛大雪，大批民众出去准备向南撤离。一个保安动员起身说话，让大家跟上队伍一起南下。山姆知道现在出去无异于是死路一条，希望保安让大家留在这里，可对方却不以为然，因为大家待在这里没有食物，更没有补给，相当于是坐以待毙。说完，保安便立即催促大家离开。大多数的人群选择跟随保安的步伐，只有少数人愿意留下。随后，他们开始收集物资，砸碎贩卖机取出食物，收集各种书籍充当燃料。做完了这一切的山姆，坚信自己的父亲一定会来找自己，而他的父亲杰克此时被雪地挡住了去，他们只能抛弃汽车，准备步行去往纽约。好在他们人都没事，现在只能徒步前进40公里。在这茫茫无尽的暴风雪中，他们无法判断方向，而走上了超市地。突然，脚下的玻璃出现裂痕，后面的雪橇拉着生活物资太重要了，下去瞬间就要将他们3人拖下深渊。好在杰克及时反应过来，用冰镐及时止住下滑，但单薄的玻璃依旧不能承受2个人的重量，这样下去3个人都得死。于是男人掏出匕首割断绳索，最后坠入了地面。在失去了1名同伴之后，杰克2人的心情也变得异常的沉重。没过多久，另一个同事也坚持不住，摇摇晃晃地晕了过去。半夜，劳拉突然不停地咳嗽。意识到不对的山姆连忙上前查看，才发现劳拉竟然发烧了。第2天他彻底休克不去。这时同伴才想起来，之前在外面的时候，他的腿不小心被水里的铁片划伤了，现他的伤口已经受到了感染，如果不及时利用药物治疗，等待他的只有死亡。现在必须要找到药品。这时山姆突然想起外面的俄罗斯轮船内可能有药，于是3名同学连忙来到了轮船前。在经过了一番搜寻之后，他们不仅在医务室找到了治疗的药物，并且还在厨房内找到了大量的罐头。就在他们为此兴奋至极时，殊不知有几头饿狼闻到了他们的气味，他们一路尾随在众人身后伺机而动。他们是灾难前从动物园逃出来，现在因为饥饿而激发了兽性。当他们发现狼群时，一个同学就被咬了一口。在进行了简单的处理过后，山姆通过船体外面的栏杆爬进了另一间房间。在他吸引走了狼群的同时，同伴立刻关上了厨房的大门，而山姆也关上了通往外界的舱门，将狼群彻底困在了。随后2人拉着同伴赶紧往图书馆跑。此时的风暴已经抵达他们面前，气温开始急剧下降，帝国大厦肉眼可见的被冻住，整个纽约瞬间千里冰封。好在最后一刻3人成功返回，此时气温已经达到了零下150度，他们疯了一样往壁炉中添加大量书籍。渺茫的火焰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希望。就在这时，卫星也拍摄到了暴风眼已经开始在纽约登陆。与此同时，这边的杰克也突然感觉到空中雪花飘落的速度变慢了许多，国旗也因为风的消失坠落了下来。杰克瞬间想到这是风眼，正在急速靠近他们。风眼中心气温每秒会下降10度，意识到严重性的他立刻挪开了一座屋顶的通风口，并将同伴和物资扔了进去。看着被寒流冻结，气质杰克跳进了屋内，刚关上厨房大门，恐怖的低温就直接破门而入。杰克赶紧生火取暖，
这才救了自己和同伴一命。等到同伴醒来后，整个房间都布满了冰霜。收拾好了一切之后，杰克选择再次出发。经过了一天的跋涉，他们终于来到了纽约市的地检。在进入这里之前，他们在地面上发现了大量被风暴冻结的尸体，其中一具正是那名图书馆保安。而经过了1个多星期的肆虐，几乎笼罩住整个地球的超级风暴也在逐渐散去。等到杰克爬出帐篷时，久违的阳光再次照射在他的脸庞上，在他面前不远处就是一艘被冻结的驱逐舰，就连自由女神像也被大雪掩埋了半截。对照屏幕内的参照物，目测这积雪至少得有50米厚。按照仪器定位，杰克找到了被埋藏在雪地里的图书馆。然而，这里被冰封的一切也快要冻结住杰克内心的希望。就在这时，他看见了门缝里传来的光亮。推开门后，杰克在这里发现了几名幸存者，还有靠在壁炉边的儿子。所有人都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。看到站在大门前的父亲，山姆无比的自豪。父子2人激动地相拥在一起。副总统接到杰克传来还有幸存者的消息，立马派出救援部队前去救援。从直升飞机向下俯视，发现还是有大量的人幸存了下来。他们纷纷走出大楼，阳光从天空洒下，一切又将迎来新的希望。可此时的纽约再无昔日的繁华，整座城市身披着银装素裹，到处都散发着无尽的冰冷。